大家好，我是短剧制片人 Maggie。今天我和我的小伙伴不吃鱼的猫继续为大家带来中国短剧2月份的上榜短剧点评。在上榜短剧中会有同前2期重复的剧，这里不再做点评。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我的主页回顾一下，我也会在评论区放上链接。另外，由于本期视频较长，我将分成上下2部分来介绍。上半部主要为推荐短剧，下半部分主要是我觉得一般的短剧和不吃鱼的猫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排雷短剧。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今天的短剧点评之旅吧。这个榜单里面我会推荐一共17部作品，还有16部我觉得还可以。那推荐的标准就是从质感到演员的表演，到他在海外市场的接受程度，以及传达的价值观方面，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评判标准。还有一部剧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有一些作品呢，我在上2期里边进行了一些点评，那么在这一期里我会着重介绍一些上2期没有介绍的剧。那好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吧。第一部《蛇年大吉之婚不可挡》，我们上一期说了，我们现在就介绍2月份新上榜的一部剧，叫做《我修仙多年，强一点怎么了》。这部剧我简单的点评一下，我觉得首先它的质感做得很好，它很有中国古典的一种韵味，然后又有修仙加悬疑的这么一个题材，再加上一点点的灵异和惊悚，但不是特别重。我觉得这个修仙的题材在海外市场也会比较受欢迎，因为比较有异域风情嘛。这部剧我看完以后的感觉，它其实很像那个长剧的那种单元模式，它是女主出来以后一个一个的去解决问题，但是它这部剧我觉得它的野心其实蛮大的，它应该不只是想拍这一部。在剧中我也看得出来，它埋了很多的伏笔，包括就是那几大家族对他的态度，以及这些家族的掌舵人跟他的一些过往，他是如何让这些家族他的那个世界观背景下的一个特别强权的一个人吧。但是他在这部里边并没有交代，目前女主只展现出来了她的修仙一点的那种神通吧。可以去期待一下第2部，那个女主的造型还是蛮好的。其实后来那个周家不是有一个男的被指派做他的奴隶嘛？那个其实我觉得那个人的表演不错，挺逗的，很放得开。我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很多的中国短剧其实是网文的套路，也就是说开局设任务，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主人公就有一个任务，而且他只有一条线，整体这个人就要干这么一件事情。比如说他死了又重生之后，他需要向他的老公复仇，这就是开局设任务。但是这个剧确实我观感是不太一样，他开局就是设了一个悬念，因为这个老爷子95岁了，一直不肯咽气，他有一个人要见，但是也没说是谁，等于他的儿女就把所有人都带给他见了，但是老爷子还是病重，但还是不咽气儿。最后呢，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就是女主出现了，大家都不知道她是什么来头，而且这个女孩谈吐呢很老成，就说这个老爷子是他的奴隶，设了一个悬疑感。它跟传统的这种短剧的开局设任务的写作方式不太一样，所以确实是有点像长网剧的这么一种感觉。在很多短剧里面，大多数短剧都是开局设任务。对，包括我们在跟编剧去聊剧本的时候，都是第1集就要明确女主的任务是什么，因为这个样子就在告诉观众，我的这个任务你喜欢你就看，不喜欢你就撤。对，就是设一个大任务，或者设一个大的悬念。就比如说一个富人去装穷小子，然后跟女主在一起，那么这个悬念就是说什么时候这个装穷的这个事儿会破掉，所以大家是想吊着看这个事情，那么就继续看他们整个剧情的发展是这样，要么设悬念，要么就是设一个任务。但是这个剧确实是没有，一开始只是一些比较悬疑的点，就是为什么老爷子不咽气，老爷子见的这个女人到底是谁，这个好像这个女人活了很多年，她有这么一个悬疑的东西在里边，然后就是一些剧情的推进。我觉得这个整体还是挺有意思的。对，我觉得可能会有第2部，甚至是第3、第4部，有可能。如果他在剧本的时候编写了这么多钩子的话，有可能是计划有第2部和第3部这样子去做的。那其实也算是短剧的一个尝试，因为我们自己这种小平台在做剧本的时候，
几乎不会有什么支线，我们就直接一条主线推到底，从头到尾一条主线，然后几乎不太会考虑第2部和第3部，即使考虑的话，也不会把钩子设在第1部。我们第1部就是第1部的故事，第2部可能只是一个类似的壳子，然后再继续推进，可能是这样。老千姐应该是有第2部的，有可能这是一个趋势。目前在榜单剧里看出有一些像长网剧的趋势，然后有一些可能有续集的这个趋势。那2月榜单里有一些之前2期节目已经录过了，我就会把这个文字打在屏幕的旁边，大家可以去搜索，在评论区也会放链接，大家可以到前2期节目去看一下我的一个评论。那我们就继续讲本期节目推荐的上榜作品，是蛇年有喜之小草进城。它是农村女碰上了霸总，是一个轻喜剧，它会融合了一些城乡之间的矛盾，但是不是恶意的去刻画这个城乡之间的矛盾，而是做出了一种轻喜剧的效果。我觉得这个切入点是不错的，因为农村女她在这个想法各方面跟城市里的霸总是不一样的，碰撞出了一些喜剧的效果，我觉得整体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是一个甜宠剧，中间又有萌宝的元素，我觉得整体确实是不错，所以它能够从1月份一直到2月份还能上榜。这个我看起来我是觉得蛮难受的。为啥呀？要相遇的点我不是很记得了。相遇点是因为这个女孩为她的农民工爸爸去讨薪，然后她结合了农民工讨薪这么一个时事的点，其实就切合了中国过年期间这个情况。碰上了这个设定，然后她是为父亲讨薪，就碰上了霸总，然后就霸总以为他是装的还是什么的，他以为是他母亲给他安排的那个女的，他母亲之前不就有安排各种各样的女人，然后对，我可能就是很天然的反感，就是一切这种2个人没有任何的交集吧，就发生了性关系，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短剧里太多了，短剧里全是这样。在我的世界观里，这与强奸无异，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对，我知道，我同意，其实是我同意，但是短剧里都是这种设定，就是不小心什么下了药喽，完了之后就说来帮帮我，要么就女的帮帮男的，要么男的帮帮女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很搞笑。对，尤其是那种就是有很多我之前说的工业苦情，其实有好多部嘛，都是因为男的和女的要么醉酒，要么下药，然后上了床生了娃。在一起以后，因为这个被下药的人呢就不喜欢他，这个付出的这一方呢就一个劲儿的付出，然后自己还委屈。我觉得你在委屈什么？你属于强奸犯呀！你为什么要委屈？凭什么你认为你把我强奸了，你付出了，我就应该接受呢？我不知道，这种受虐心理。对，我就觉得非常是不能够接受，而且最后他这个小草进城，我的妈呀！最后他那个2岁的宝宝，他好像还是带球跑了，反正就是和这个孩子和那个他爹应该是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有2个，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应该是怀的是龙凤胎。这个孩子又是一个天才的设定，他父亲好像出车祸还是怎么样，就把他父亲提那植的什么芯片呀，乱七八糟，一个7、8岁的孩子看上去设定，你给我搞一个科学家都做不出来的东西，你不觉得你太外太空了吗？就是还好吧，就是看一乐。反正我觉得短剧不能完全带入现实，基本上这些上榜剧都不行，都有问题。就是按照你这个设定来说，基本上前期都是2个人基本上就直接怀孕啦，或者怎么着的，都是这样。好像没有见过特别慢，就是因为这种关系是最快的、最直接的，而且最吸引眼球的这种。因为编剧写不出来正常的恋爱的那种甜，所以只能够通过性行为、性出卖的这种事情，把他们2个给强行的绑定在一起。有没有可能我们一部短剧也就是100来分钟，存在时间的空间去展现2个人的关系？没有啊，你看风前怎及爱深沉，对，他没有说我一定要先上，他其实是个先婚后爱嘛。对吧？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先婚后爱，它正常来讲，它也是一个慢慢的往上谈嘛。你点男模和你上床那是2个概念。就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下药啊，奇奇怪这种。那我们接下去说吧。接下去我要重点推荐的叫《小小求神不好惹》，这个剧绝对上榜了很多个月，我觉得起码
现在是3月份，我有印象应该1月份就已经上榜了。我想重点推荐一下，它是一个女频情感萌宝逆袭都市的题材。但是虽然它的 AD 插上写的是女频，但是我觉得它其实是个男频的剧。我觉得你看一下数据分析。等会儿来看啊，我先讲一下我这边的观点。我觉得它是男频的变种，因为男频大多数的剧都是扮猪吃老虎。那这个剧无非也是，他只是说一个球神，他魂穿到了一个小朋友身上，这个小朋友就变成了一个打台球的高手。他从头到尾都是因为他是一小孩，所以大家看不上他。其实他也是在扮猪吃老虎。那可能海外的观众不知道，我来介绍一下，最开始的男频剧都是那种，龙王下山，他是有个很牛的身份，但是他其实是在送外卖，然后他又天天被人骂，前期各种被侮辱，被扇巴掌。然后后期呢，他的身份翻出来之后，发现他是个特别牛的人，这就是全程的扮猪吃老虎。但是呢，由于我们在中国国内的审查收紧，很多这种装逼啊、炫富啊，一出手就是几个亿、10几个亿、几百个亿的这种剧，几乎是不让再去拍了。所以编剧去把这个题材的创新放在了运动题材上，我觉得这一点是很聪明的。而且他魂穿的是个小孩子，那小孩子算作萌宝题材。我之前说过了，萌宝题材在中国的这个短剧里几乎就是不会亏的，只要拍的不差，它几乎都不会亏。因为很多的，尤其是女性，天然的会喜欢萌宝的题材。他在运动里边选的是台球这个球种，是因为在很多的小城市、小县城的人都会打台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普及的运动，大家很快就能理解这是什么东西。而且台球跟足球、篮球这种大球运动呢相比，它的空间很局限，所以我们架机器拍摄是很好拍的。但是如果跟下棋这个运动或者这个比赛相比，它这个有打球的一个动作，它在画面上是好看的，而且其中又结合了一些武术的元素，比如说我们看日本动漫里有什么龟太气功来助力这个台球，所以它又有点带着武术的元素，是一种武术的变种。第5个点是在故事的中期又加入了跟其他国家人的对决，那这一部分呢就迎合了部分观众所谓的这个爱国荣光的这么一种心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就是霸榜这么多个月的原因。因为我有印象开始他应该1月份就霸榜了。首先啊，我们看这个小小球神不好惹，它的累计播放量是 1.5 亿，投放天数是62天，到至今为止还在霸榜，累计热力值是7886.06，就是7886万。那我们大概能换算它的充值端是7886乘以 0.7， 如果累计热力值是7886W 的话，那么有可能在充值端这个剧就充值了5520元人民币。那我看它制作成本估计也就是个60万，咱们就算60万的话，哇，92倍的回报率，而且还不算免费端。还有比如说它上红果啊，它已经上红果了，红果、拼多多在卖海外，这个回报率无穷啊。它是平台方式麦芽，承制方式麦芽自制，那就是麦芽的这个剧全部都是他自己做的，那可能就是我觉得50万我都保守了，这个回报率不得了。我觉得整体还是比较 OK 的这部剧。你是回来了是吗？我以为我自己哔哩吧啦说半天了。行，那你可以讲讲你的看法。我的看法是，如果要是在我这儿，我是不推荐的。你有看到他那个？对，我在说这个受众分析啊，受众分析是66%的男性和34%的女性，所以还是个男频，对吧？然后居然51岁年龄占比最高，很正常。31%的人是51岁以上的，然后27.92%是31到40岁，41到50岁是26.45%，也就是从31岁到51岁。这是大部分的年龄段都在看这个，这应该是充值端的数据，那就是大部分51岁之上的人在充值，所以它还是因为我觉得还是为萌宝的元素，一个是把女性吸引来，第二就是把一些这种男性就是中老年的这部分给吸引过来了。我觉得它的归类放在女频里边就是很奇怪嘛，因为它所有的细点都是在这个男小孩身上嘛。对，我觉得它就是个男频剧。
对，它其实满足的是男性的那种扮猪吃老虎的一个幻想。对，我这部剧就是我觉得它唯一设置合理的一个点就是这个球神，他魂穿到了这个小孩身上，不存在说前面榜上还是后面一个赛车题材的，我都已经是3冠王了，结果没有人知道我长什么样，你在跟我开什么国际玩笑吗？有很多很多那种就是设定我特别牛逼，我是全国首富，但是没有人知道我长什么样。你会不知道王思聪长什么样？你会不知道王健林长什么样？你会不知道马云长什么样吗？你不是设定80、90年代的农村吧？你就是80、90年代的农村，还会有一些报纸啥的呢。这个短剧里边 bug 太多了，不能思考。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设定唯一合理的就是他能够真真正正做到扮猪吃老虎，就是他魂穿到了小孩身上，这就是给这个 bug 解决了一个问题。但是我特别不能理解的就是为啥某一种题材上面，像这个是以台球为点嘛，那感觉这个全世界都是靠着这个台球然后来争霸，你不会这个台球，就是整个世界你就没有了。这个世界你是足球也好，或者是别的也罢，都没有用。你就是会去造航空母舰，你武功天下第一也没有用。你这个家族，你台球没有人打得好，你这个家族就没了。这是什么样的强势？我觉得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强设定。对，但是我看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把这种强设定略掉，所以我这一类我都很难去推荐。可能我的那个点有点奇怪，标准的话和每个人也不太一样吧。这个剧不论是男频还是女频，它这么高霸榜这么久，我是真的很好奇。而且充值端非常好，你刚刚有没有听到我算的？92倍的回报率。听到了。而且只是充值端，就是充值端应该是92倍的回报率。根据我的计算方式的话，它还有免费端，免费端还会给它分钱，然后还有海外端，海外还得卖钱，所以这个基本上是100多倍的回报率。我完全不能理解它为什么爆。我就能理解，我特别能理解，因为男频现在在中国，其实这些观众上男性是更喜欢充值的。包括我们其实在以前的网文也是，其实男性喜欢充值，就夸夸充的那种，所以要从他们那边身上挣钱比较好挣。但是问题是因为男频无非就是扮猪吃老虎，但是现在国家管控的这块很多东西不能再去写了，禁止街权霸凌。对，包括城乡矛盾也不行，你这个炫富也不行，对吧？那么你能走的路就很窄，所以我觉得他聪明的点就是在于把它放到了运动领域，运动领域就是有竞争性的，但是他为什么没有选其他的球，对吧？篮球啊、足球这不好拍嘛，这怎么拍嘛？很难拍的。但是桌球就很好拍。下面一个我推荐的叫做《不二臣》，它是申浩南的剧，是一个民国的题材，它现在排的是大概70名左右，现在已经在红果上已经上线了，所以它其实付费端一般，只能说一般，但是我觉得整体的质量还是挺高的，申浩南演的也挺好，而且里边的女性角色就是有脑子的，所以我觉得整体是不错。其实有可能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充值端很快上了之后他就上免费端了，也有可能免费端这个赚的钱也不错，所以他们可能就很快就上了免费端。看完以后对这个评价就是像你说的，它的质量很好，然后男的女的服化道啊，在人设上面其实都是可以的，都过得去。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觉得它无聊吗？没有像那个前面有一些剧那样吸引我看下去。我就是把它快速的看完以后，我对这个剧的评价就是制作的挺好的，它是一部宅斗剧，然后女主呢设定的也是挺有个性，也挺有胆识和能力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不下去。可能你就不喜欢这挂呗，我觉得还行。这基本上这个榜单之后推荐的我就已经介绍完了。下面我们来介绍还行的剧。让我补充2个。行啊，你来补充吧。这个我看你标的是不推荐，但其实我看完以后，我觉得我还挺想推荐这个的。它其实就是为两性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它这个剧，这个女主从头到尾都没有爱过皇上，她其实是将皇上作为了她的老板，而不是将他作为她的爱人。
他和后宫这些女人们的争斗，也不是说我要去争夺皇上那一点可怜的爱意或者怎么样的，只是像职场上里边你给我下手了，那我就是要还击。他也不是把它设定成白莲花逆来顺受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女主的设定是有一点腹黑的，因为她设定的就是职场卷王穿越了嘛，就真的很像职场上面的人，拍的是有点软色情，这些女配们给她制造的困难也挺低级的。你觉得服务男性可能是因为她拍的有点色色的，确实镜头很色，有那种我觉得他绝对是男频，我一定要查他的数据。哎呀，这里看不到这里没有。可能他拍的时候没有那么想，但是在我看来，就是他为什么要把那么多的镜头放在这个两性关系上面？因为他的设定是后宫嘛，那后宫所有的女人，她就是皇上的性资源。在这个所有大家平等的成为皇上性资源的情况下，他能够利用的手段，他是一个宫女出身也很卑微嘛，他能够利用的东西就是他的身体，就是他作为一个性资源如何去向上争取的一个点吧。这个点我觉得还补充一下，我没有说我不推荐，我应该上期咱们聊的时候应该就是还行，我只是觉得它是个男频剧。我觉得他拍给男的看的，只是他这个设定我不能接受，就像你不能接受人家一开始两人就发生了关系之后可能怀孕了带球跑，或者是两人强行绑定。我觉得我不能接受点是，正常从女性的角度穿越到一个古代宫廷里，我不会说我想爬上，我可能作为一个女的不会干这事儿。我觉得只有男的会想，从男的设定来说，有意思，我要这么搞。男性想的女性会这样。但其实女性根本就不会这么干，我觉得可能不会这么干。反正可能这一点我不太能接受。对，他其实是对那个自身的这个现状接受有点过快了。对，不过不重要，反正就是短剧的一个设定嘛。只要接受这个设定之后就可以，而且里边确实拍的色色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给男的看的一个色色的，就是有点小擦边的一个剧。对，我觉得他那个所有的行为和他的设定来讲，除了像你开头说的，我穿越过来，我立马就接受了我成为一个性资源的这件事情，并且要迅速的去决定利用自己性资源的这个点，然后去给自己设定一个 KPI。对，就是他过快的接受了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一点，可能是有一点出戏的。但是其实后面他整个除了这一点以外，我觉得他所有的设定其实是很符合他的逻辑的。最后当上皇后的时候，后宫就是变成了那种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所有的宫妃不必再去为那个争宠而去勾心斗角，都是一片祥和之气嘛。遗憾点就是在于他没有展现出来如何整治的。我对他这块的理解就是，你想要改变你觉得不满的那个问题，你就要往上爬到你有资格去改变它的位置上。所以我对整个这部剧看完以后，我是推荐的。你把整个主题拔高了，就是要变男权社会，就要先做女皇帝，是这意思吗？也不能够说他先做女皇帝吧，但可能是我想的太多。他这个应该也是个小说改编的，我不知道他原作者是什么样，但他拍的时候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就觉得好玩有趣，他就拍了。但是我看完以后的感觉是这样的。这还行吧，这个剧是还可以，我没有不推荐。那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这部剧没有了。行，那你继续讲你下面推荐的吧。你推荐的应该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部。对，就是枯木逢春再少年。就是我觉得它的笑点其实设计的都挺好玩的，就是真的是笑点，而不是说屎尿屁那种特别低级的那种。首先它的设定是小伙子猝死，穿越成了癌症晚期的大爷。然后他就有一个强设定，就是这个癌症大爷要让他的女租客震惊，只要他震惊到别人，他就可以增加寿命，应该是这个强设定。对，然后他做的那些强设定，整个去实现也没有特别的离谱吧，都是有一种反差，因为他是个很抠门的一个大爷。后来是这个陷阱小伙穿到这个大爷的身上，他所完成的事件是一个小伙子能够去做，但大爷很难做到的事情。比如说打电竞嘛。OK。五杀收了一个徒弟，
还有一个就是抓那个通缉犯，那个通缉犯他是 A 级的一个通缉犯嘛，他的设定上面是杀了很多个武警特警这种的级别的人。这个老大爷知道以后，他并没有说上去硬刚，他就忽悠一大堆的这些老年人想办法拖时间。后来实在是拖不住的时候，又冲出来跟那个大家伙说：“你们怎么能这么为难小伙子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一顿忽悠。”结果把这个罪犯给忽悠瘸了，就转身就走了，就抄起砖头偷袭了那个罪犯。让我笑的最颠就是他在医院里，他和一个同样是。可能我讲没有那么好笑，但是看片段真的非常好笑。他那个在医院里边住院了，旁边是一个特别事儿的一个大爷。他因为为了让那个女租客震惊，旁边那个大爷特别事儿的时候，他上去把那个大爷给揍了，然后他觉得说不行，我有点缺氧，那个你把那个氧气给我戴上，戴上他的氧气罩，他就闭上眼睛了。然后保安过来的时候就说这个男主揍了他，然后所有人都说人家戴着氧气罩都快死了，人家怎么会揍你？就是那个所有人都不相信然后叫他儿子过来，他儿子最开始也不相信，结果他真的就把他儿子也揍了就是各种摇人都不相信那个什么，就是这么一个反转误会。然后他就像你说的那种特别讨厌扇巴掌，但其实这里边我感觉即使是互相扇巴掌互相打架，其实他没有那么讨人厌就比较有一个喜剧感，它不是因为很多短剧的扇巴掌纯是一种情绪的输出，对，就是代替观众本身去扇，比如说扇小三儿啊，或者是扇渣男啊，这个是个情绪的输出，对，类似这种。那这个可能是做一些喜剧的效果嘛。然后补充一下这个剧的数据，这个数据充值端的数据是70%的男性，30%的女性，31到40岁年龄占比最高，达到了36%，已经很高了。然后接下来的就年龄层是51岁20%，24到30岁18.85%，也就是31到40岁相对比较年轻的一个男性。就是还可以，中间中不溜秋年龄段的这个男性在看，有可能是因为跟这个电竞相关，是不是有这个设定，所以这部分吸引了这部分充值端的人群。那整体还是挺有趣的。这次看2月的榜单里面，我觉得它的设定是比较特别的，比较亮眼的。我看了一下2月份有一些包括以前咱俩推荐过的，或者是说这一期看下来它有挺多的剧本都已经开始偏网剧化偏故事型了，偏一个事件去推进故事，而不是说一个点反反复复的在那磨叽很久那种。对，因为有可能的一个元素是因为很多的长剧公司电影的资本下场去做，包括有一些长剧的编剧开始下场去写短剧，那么就是跟这个短剧编剧会相融合，我觉得是互相在往那边融合。但因为你现在去看横屏的一些网剧，它其实也有点像短剧一样去把节奏变得更快，情节变得更激烈。但是长网剧目前还没有这个趋势啊，反倒是竖屏的短剧情节现在没有那么快，相对会慢一点，出现了像横屏的网剧那种叙事的趋势，我觉得是在融合。我不太认同你的一点说法，你应该是指像老千像狗哥这样的，你是觉得它慢吗？但它是一件事情其实过得也挺快，它节奏不慢的。反倒是那种像什么蛇年大吉之婚不可挡啊，一日看尽什么长安的这种，我反倒觉得它其实是节奏慢的。就是一个人说我扮猪吃老虎，就纠结于我这个老虎这个身份揭穿与否，他能给我磨叽10集，其实这个就是慢的，只不过他把你情绪调动起来了，你感觉它是快。就像我明白你的意思啊，没什么情节是吧？对，这种就是蛇年大吉这种，它没什么情节，就是强情绪的输出。对，它就跟两个人吵架似的，两个人在街头上吵架，就你吵一句我吵一句，吵了半天，其实它没什么内容，它没有任何的推进，它就是在吵架，纯吵。你骂完你妈，他骂完他妈，就是这种。是的，所以他这个才是啰嗦，他这个才是慢的。这其实2种形式嘛，一种是情绪输出型，一种是剧情推进型。对，说短剧影响了长剧，其实我也不太认同，是我感觉是这些年长剧太过于水了，
所以大家伙觉得是短剧影响了长剧。你去看一下80、90年代的那个电视剧，它其实20、30集讲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就像那个最典型的不就是上层花轿嫁对郎嘛，它好像一共才22集，主妇 CP 加一起4对，然后还包括了宅斗，还包括了打仗，各种情节在里面，它只有22集。但是它人物的塑造铺垫情节过得都非常的快，都非常的饱满。所以我觉得不是说短剧影响了长剧，而是长剧这些年太过于注水了。那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注水的话应该就跟各种因素有关吧，资本。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就又要讲好久，咱就不讲了。反正我觉得现在可能短剧的一个强势崛起，就是这么好的一个数据，这么样的一个崛起，可以让观众，就是可以让创作者，可以让观众慢慢的回归到正常的一个叙事节奏里面。确实，这个倒是的。好了，到这里2月份的上榜短剧点评的上部就到这里了。下部在视频结尾可以点击跳转观看，我也会把链接放在评论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一步观看。记得点赞关注哦。